老实说，看到这颗相机的第一秒，我愣住了。1280元，就这么小，直接是钥匙圈的大小，没有萤幕，没有对焦，连防手震都没有。我心里只想，这也敢卖？但也正因为这荒谬感，我更想亲手试试，它到底是在卖相机，还是在卖感觉？那我们现在准备来开箱。那它有分别6款，有黄色、红色，然后灰色、白色，然后黑色、蓝色，然后还有个隐藏版，应该是透明颜色。那我最想要的应该是这个黄色，那再来的话应该是这个白色，第二想要。那剩下的都还好，就普通。透明的应该是第三想要。那我们现在来打开它。结果是蓝色的。打开盒子的瞬间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，真的好小，比想象中的小太多。塑胶感很重，按键偏软，整个手感不像操作相机，更像按玩具遥控器。不过它很轻巧，挂在包包上几乎感觉不到存在，随身无负担，随手拍，这是它唯一的优点。但问题也很明显，这小小的一颗，你真的会想拍吗？我打开电源，准备拍第一张照片，心里想，应该就是拍这个意思吧。按下快门的瞬间，脑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，它有拍到吗？因为它完全没有提示你快门是否生效。回放照片，画质，用一个字形容就是空洞。颜色不稳定，亮部容易爆掉，模糊不稳，不是艺术模糊，而是真的像数位垃圾感。如果你今天期待单眼相机的画质，你会失望到关掉影片。但有趣的是，它完全没有自动曝光补偿，光线稍微亮一点或暗一点，整张照片就完全失控。我在心里偷笑，如果有人认真想用它拍风景或街拍，根本不可能。但这种完全失控的感觉，也意外让我放下对构图的执念，只想随手按快门。我带他去咖啡厅、街头，还有巷弄的小猫们，开始随手拍。慢慢的，我发现它竟然有一种奇怪的魅力。你完全不用管构图，也不用管曝光，只想随手拍。有时候反而会拍出意外的画面。小猫的小动作，街角的街景，桌上的咖啡碎片，虽然画质不完美，但生活感十足，有种修饰的真实感。我甚至开始想，如果每张照片都要完美，拍照反而会有压力。但这颗小相机却让我重新体验到，拍照其实只是快乐的过程，而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。你甚至会想拿它去拍一些搞笑、随意的小动作，因为它完全不怕你乱拍，也不用担心浪费底片。慢慢的，我也理解它真正的魅力，不是拍照，而是心理游戏。你会想抽到哪个款式，会不会抽到隐藏版，甚至拍到一张奇怪但有趣的照片，也会让人莫名开心。拍照只是附加功能，真正吸引人的是心理落差和惊喜感。这颗相机官网1800元，我用1280元入手。
老实说，即使1280元，我都觉得偏高，因为你会不自觉用产品功能来衡量它。画质不行，对焦没有，手感一般，它撑不住这个价格。如果是699元，我可能会心里安慰，玩具嘛，随便玩玩就好。但超过1000元，它就开始挑战你的心理承受力。使用几天后，我发现自己也开始想象，如果它再大一点，功能再好一点会怎样？这种心理落差其实很明显。你心里明白它功能有限，但又忍不住想它能做到更多。所以谁会喜欢，谁会后悔呢？喜欢迷你小物、盲盒收藏、随手拍的人，乐趣无穷。想认真拍照、追求画质、希望功能完整的人，可能会后悔买。我买它不是因为画质，而是想亲自验证它到底有没有价值。很多东西光看规格表或网络评测，永远理解不到它真正的感受。只有亲自拆开、亲自体验，才知道它能给你什么，不能给你什么。拍这颗相机也让我反思自己的消费心理。我们愿意为感觉付钱，而不是功能或品质。它小，画质烂，价格偏高，但却成功抓住了我的好奇心。这也告诉我，很多人买盲盒、收藏品、网红小物，心理驱动力比理性更强。而这颗相机正是把这种心理学玩到了极致。在持续带着它拍摄的几天里，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：我对这颗相机的期待，其实一开始就是错的。它有萤幕，但没有触控，你看得到画面，却很难介入结果。你能按快门，却几乎无法修正任何判断。这让拍照变成一件非常被动的事。但也因为这种被动，我反而重新感受到一种很久没有出现的状态。我只是在记录，而不是在控制。我想到自己刚开始拍照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构图理论，没有色彩管理，没有后置流程，只是单纯被画面吸引，然后就按下快门。照片好不好，其实并不是第一件在意的事，重要的是我有没有把那个瞬间留下来。这颗 Kodak Camera 并不是用画质或功能说服你，而是用限制本身迫使你面对一个事实：当你拿走所有可调整的工具后，你还愿不愿意拍照？在使用它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不再反复检查画面，也不再纠结曝光准不准、细节够不够。我开始把注意力回放现场，人的动物、光线的变化，生活中那些即将消失的小片段。但我必须说清楚，这样的体验并不代表它是一台好的摄影器材，它不能取代任何一台认真拍照的相机，也不适合用来练习技术、建立作品、追求进步。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让你看见现在的你究竟是在享受拍照，还是在追求成果。如果你正处在一个需要画质、效率与稳定输出的阶段，那这颗相机只会成为你的干扰。但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单纯为了记录生活而按快门，它或许会让你重新意识到，拍照原本就是一件很单纯的事。所以它值不值得，并不取决于价格、规格或品牌，而取决于你现在需要的是一台工具，
还是一个提醒？如果今天手上只有1280元，你会买这个迷你相机换一个惊喜和乐趣，还是你会把钱留下来，等一台真正陪你记录生活的相机？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，那也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